不是这就结束了，我还指望能放一整首歌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967。今天呢，带来这款 SS86 的领导模块啊，就我这2天正愁没素材了，然后就发现这个发货了，真是雪中送炭啊！这样我就可以又水啊，不是我说又做一期视频了，就做一期视频。这款到手以后，给我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大啊，就是可能屏幕里面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啊。就我这边做一个最直观的对比，就可以看到这个竖起来的时候，它的高度甚至已经能超过这个星际擎天柱了。就可以说这款第一眼看上去就是非常漂亮的啊。不过当然中间这块蓝色实际上看起来并不像视频里面那么有层次感，就应该是因为我这边给这视频过曝了一点，所以导致中间这块蓝色看起来就是黑的地方特别黑，然后亮的地方特别亮啊。就是我后面会贴上照片上来，就是它那个实际上蓝色更偏向于一整块蓝色，而不像视频里面这样看起来那么具有层次感。但这款整体确实是非常漂亮的。就你可以看到中间这一大块基本上都上了金色和银色的这个漆啊，不过就比较可惜是周围这个握把并没有上漆啊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握把上面水波纹其实还挺厉害的，就真的你注意到这块以后，这观感实际上还是有一点差的，但中间这一块真的是非常漂亮，就尤其是背面这样啊，就背面这个细节看起来是真不错啊。就怎么说呢，看起来有点像那种什么反应炉一样的。就这款底座水纹其实也挺厉害的啊，就尤其你看这个标志这块啊，我靠，这个水纹就看起来好像这个标志的时候灵魂被吸干了是吧？这个水纹是有点搞笑啊。然后中间这一块的话，确实做了很多那种凹凸的细节啊，就看起来的话整体观感其实挺不错的。不过动画里面这个领导模块，我之前一直以为它中间是凹下去的，但是玩具的话做起来是凸出来的。不过动画里面感觉好几个角度看起来都不太一样啊，所以说具体凹下去还是凸出来，感觉也只有做动画人说得清楚。然后这块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是充电这一块啊，就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有 Type C 和一个开关的，就虽然说开关上能看到它是选择是 USB 供电还是这个电池供电啊，但这边有 Type C 的话，可能很多人会本能认为这款是不是说我充电电池放在里面，它可以给我充电电池充电，甚至说明书上还在这着重说非充电电池不能充电，充电电池只能在成人监护下充电。你看完这个是不是以为它真的能在里面充电啊？但是接下来就是充电电池在充电前应从产品中取出。不是，那你说这么多，你直接说一下这款产品不支持充电电池在里面充电，这就可以了吗？我考虑到这个说明书是写给小孩的，就可能不应该以成年人的思维去理解它。而且这个说明书也不知道是英文原版就这样，还是说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啊。因为海之宝官网目前还没有收录这款说明书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英文说明书到底长什么样啊。就顺带一提啊，这海之宝这个官网说明书收纳速度实在太慢了，就到现在甚至86震荡波的说明书都没有收纳。还有这边电池型号说是双 A 电池啊，不是国内叫双 A 电池吗？这国内明明叫5号电池好吧，这本地化团就要扣钱了。就这边说一下啊，这个双 A 电池在国内是叫5号电池，然后3A 电池在国内是叫7号电池，其他我也不太清楚啊。这个反正用比较多的就这2种。然后这款安装电池方法是你先把它拉开以后，然后把中间拧开来啊。就如果你在亮的情况下拧开来的话，它会直接灭掉的。就是你是可以看到这边是有针脚的，而且这一侧也是没有电池的。然后安装电池的话，把这2边这个螺丝拧下来就可以装电池了。话说把这个领导模块拧下来这种造型，有点像超越世界的第0话里面领导模块变成2半那个造型，也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可能说出一个里面带星图那种版本啊。这个虽然说不太可能啊，但是做梦还是可以做一做。然后这款插电以后就可以看到，就插电以后这块就合不上了，就你直接这样合，它这盖子直接盖不上去了。就是说插电状态下只能做一个这样半开的展示啊，而且你甚至可以看到这个开口是有点偏的，因为它插电这个位置也是有点偏的。然后我这款不知道中奖还是怎么回事啊，就可以看到上面这2个合缝明显是参差不齐的，就是不知道是我这边中奖了还是说这是通病啊。装上电池以后呢，点亮领导模块方法有2种啊，第一种就是直接拉开，拉开以后呢会播放这个 The Touch 的前奏啊，但也仅仅是前奏啊，是不会放完整的歌的。而且可以看到放歌的时候它上面这个闪烁是更频繁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用的存储卡太小啊，放不下一整首歌啊。然后歌放到一半的时候再把它合上，歌是会停下来的。它这边虽然说做了这个握持的手指孔啊，但是孔开的有点太过于宽了，像我这样握进去的话，这个手指是很难放的。就我手的话，我在周围人那边已经算比较大的了，就是我这样子握进去也是挺难握的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就直接这样的握持，然后这时候你再去合上的话，中间这个亮光也不会停止，就你可以看到这个点亮的时候还是非常好看的，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还是有闪烁的，之前也是为了还原86电影里面这种模块这种晶莹剔透的效果，而且电影里面这个模块也确实在不停的闪，就这个做的真的是挺漂亮的。
但可惜可以看到这个闪烁并不是随机的，它是固定闪烁的。就我感觉应该是可以在里面加什么随机数生成器之类的，就把这个闪烁做随机一点。但是你这样合上去以后，这个闪烁实际上看不太出来啊。把它张开以后，这个闪烁规律就看得比较明显了。看这解构的话，这个割肉播放器应该是在这个底部。然后另外一种点亮方法就靠后面这个按键啊，这个按键是在点亮状态下，你长按这个按键可以把它熄灭掉。然后在熄灭状态下，不管是展开还是没展开啊，按这个按键都会起到一个点亮效果。这个播放音效啊，应该是电影里面热货接过领导模块时候的音效啊。而且可以看到这样点亮，它是有循序渐进点亮的一个效果，就看起来也确实挺不错的。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这边往里面缩以后，背后这个灯是会关闭的。这个模块在不是完全打开状态下，只有正面灯是亮着的。如果你使用的是电池供电的话，这个灯再过一会儿会自动熄灭啊。但如果你使用的是 USB 供电的话，这个灯就是常亮的，除非你用刚刚那个按钮去手动熄灭这个灯啊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想把它当成一个蓝色夜灯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就开灯还自带音效的。就这个光的话，在周围全暗的情况下，这个蓝光还稍微能用一下。但如果周围有其他光源，就不是特别好用了。就如果你想在晚上熄灯的时候用这个照明一下，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如果你想用它看书之类的就不太行了。就是怎么说呢，算是物尽其用吧。就当然啊，我刚刚说的所有优点，全部都建立在抛开它售价的情况下说的。就这款售价，我就这么说啊，它比混天豹卖的还贵啊。而且我也不太确定后面会不会跌啊。就我之前看拼多多上面也没几家卖这个了。我建议大家还是量力而行吧。就如果你的旗舰店是补款的话，千冠名会送一个这样的胸章啊。但这个胸章大家要注意啊，它是跟着玩具一起发货的。就你在开箱的时候，它是在最外层那个箱子里面的。我要不是看到别人说已经拿到了，我差点就把这个跟着箱子一起扔掉了。就旗舰店发货不是2层箱子吗？就是它在最外层那个箱子里面啊。就大家拿到以后仔细看一下，就别一激动直接把箱子扔了。就大家买这东西确实还是量力而行嘛，因为这东西能看也只有一个漂亮啊。就你要说玩点的话，它肯定是不如那种可动而且可变形的玩具那么有玩点的。就它更多的还是情绪价值啊，它最大的实际作用也就只是当夜灯用了，而且大小也是非常的大啊，就大家可能还要确保家里有能放这个东西的地方。那么这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大家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